为什么说清朝乾隆皇帝统治下的盛世是饥饿的盛世、腐败的盛世，并不繁荣富裕，反倒是中国近代社会衰落的开始？而且谁也想不到啊，竟然是来自遥远的一个国家的使者，毫不留情地揭开了清朝盛世的遮羞布。那么是哪个国家看到了清朝盛世下的不堪一幕？为什么说乾隆皇帝统治下的盛世其实是清朝的斩杀线？大家好，我是曾子航。本期曾子航人物志继续为你重新解读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争议人物重新解读，不吹不黑，只讲人性。欢迎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不错过每一个精彩的历史人物的重新解读和解密真相。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分析中国传统政体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中国因为皇帝控制着一切，所以皇帝就是整个国家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那一流，那么一切都将废止，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黑格尔的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确实，在传统的集权政治当中，皇帝就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皇帝如果12分勤奋，官僚体系也许会达到8分的勤奋。但是呢，如果皇帝有3分懈怠，到官僚体系那儿就会扩大到9分。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的一个规律就是，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可以使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上集我们说到，乾隆皇帝执政的前期，他励精图治，宵衣干食，钱纲独断，各种内忧外患几乎被他是一一化解啊。感觉此时的乾隆有点像打下开元盛世的唐玄宗。然而随着盛世的来临，乾隆年龄的逐渐老化，乾隆的心态也在发生悄悄的变化，由此对大清的官僚体系也产生了如下3种不良的影响。哪3种呢？第一是懒政怠政之风开始盛行。乾隆晚年懒惰之风在乾隆朝官场上迅速蔓延。乾隆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动挑起矛盾，不扰民不生事既然皇帝喜欢清静，那么地方大员嘛，当然乐于高枕无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乾隆45年以后兴起了一股懒政风官员们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向下转批第二是官场上的送礼之风的兴起。送礼呢，是中国古代官场上的痼疾之一。乾隆刚即位就明确规定，官场之上不得以送土特产的名义给上级送礼。由于乾隆一直抓得很紧，所以在他统治的中前期，这送礼之风是基本刹住了。那么早年本来很好的官场风气，为什么到了乾隆晚年突然变坏了呢？其实这个风气变坏是乾隆皇帝自己带动起来的。首先乾隆是大肆收受贡品，带动了乾隆一朝官场的送礼风什么叫贡品呢？就是各地臣子把当地土特产贡献给天子，让天子享用。乾隆皇帝刚即位的时候，大树勤俭之风以拒绝进贡而闻名，但是到了中期，乾隆开始收受贡品了。乾隆16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一年他举行了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正值太后的60大寿。乾隆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奉贡物，以表微臣。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此对进贡的礼物不得不量存一二，挑几样收了下来。开始收贡品，标志着乾隆认为自己的统治很有成绩，可以一定程度上享受一下生活。所以乾隆45年，他过70大寿，进贡浪潮席卷了整个大清王朝。这次生日仅金佛，这乾隆就收了1000多尊。随着老皇帝越来越迷恋收贡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政事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乾隆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就越多，所见的贡品就越昂贵。这股进贡之风的兴起，是打开乾隆后期腐败大门的钥匙。第三，腐败开始呈现集团化趋势。乾隆46年到49年，朝廷一连查出了5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100多名的官员会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的官僚体系是全部瘫痪。比如甘肃的茂镇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相互配合做假账。
把800多万元的国库银囊是吞入其中。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立刻瘫痪，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2万两的死亡线。即便如此，前后被处死的人仍多达50多人。上集我们说过啊，乾隆前期是中国历史上惩贪最厉害的皇帝之一，甚至超过了乃父雍正。为什么到了后期腐败突然爆发式增长呢？还是跟乾隆本人有关啊。第一，乾隆这个人不断压制臣权，致力于把大臣变成只会办事的奴才。于是乾隆朝的官员们渐渐放弃了对人格理想的追求。第二，乾隆晚年凡事务从宽厚，对官员的管理越来越宽，这样贪腐就失去了约束。乾隆朝晚年的贪腐也就创下了历史记录啊。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被处理的3品以上官员不过3、5个，而乾隆中后期20多年间3品以上地方官被处理的达到20多个。如果说内政的腐败还算可控，外交的误判几乎是致命的，这导致了40多年后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大清王朝由此打开了近代屈辱的大门。这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一回。乾隆57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的秋天，这乾隆皇帝收到了两广总督郭士勋送来了一封紧急奏折说是一个名叫英吉利的国家想派人前来进贡英吉利这个国家的名字乾隆以前还没听说过，现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家要来进贡，说明大清国的属国名单上又将增添一个新的名字。乾隆一想到就非常的高兴其实大清口中的英吉利就是英国，当时英国刚刚从法国人手里夺取了加拿大、佛罗里达以及印度的大部分地区，成了海上殖民霸主，被称为日不落帝国。那么当时世界上新兴的第一强国派人来出使，为什么会被乾隆理解为是要归顺大清，做大清的属国呢？这就要说到，在过去中国传统王朝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朝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国自认为是位居天下的中央，是文明之邦，是所谓天朝上国，四周国家都是蛮夷之国，都是天朝的附属小国。所以包括大清王朝在内的中国传统王朝并没有什么平等的外交观念。在古人看来，中国与属国的关系是君臣关系，是礼法关系，只要你到中国来，我们就认为你是来向我们朝贡的把你一厢情愿地称为属国。历代中国王朝都特别重视属国的数量，因为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向来是中央帝国统治成功的重要标志。乾隆皇帝引为自豪的一个重要成绩，就是在他的治下，清朝的属国数量创了历史记录，达到了20多个。现在又有一个叫英吉利的国家主动起来纳贡，这难道不是一件大喜事吗？公元1793年，英国使者来到大清王朝，从天津上岸。此时乾隆正在承德避暑，于是他们在北京短暂的休息了一下，日夜兼程赶往承德，希望早一点见到乾隆皇帝。然而这个时候谁也没想到，双方却产生了一场严重的冲突出了什么事儿呢？原来是中方的官员把英国使者安排住下以后，和他们提起了一件事儿，过几天你们就要见皇帝了，你们见皇帝得3跪9叩英国使团的团长马格尔尼一听愣住，什么3跪9叩？那可不行，你们把我们英国人当什么了？我们来这里是想跟你们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打开中英贸易的大门，怎么能让我们3跪9叩呢？清朝官员一听也傻眼了，什么平等的外交关系？我们天朝上国和你们怎么可能有平等的外交关系？你们不是来给我们皇帝进贡和称臣的吗？马格尔人一听急了，什么进贡称臣？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殖民地遍布全球，怎么可能给你们进贡称臣？我们在英国除了对上帝从来不会双腿下跪，所以要我们3跪9叩没门。为了到底是跪还是不跪，负责接待的官员和珅跟马格尔尼谈判了许久，双方谁也不肯让步。谈到最后呢，还是办事圆滑的和珅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双方各退一步，英国人同意在各国使臣都行礼的时候，他们混杂其中，单膝跪地，随众俯首，跪3次，俯首9次。直到见到马格尔尼，乾隆皇帝才明白了英国人的真正目的不是来朝贡的，虽然送了一些礼物，更主要英国人的要求是：一，
英国与大清互派使节。二，除了广州这个唯一的与外国人的通商口岸，还要开放宁波、天津。三，英国人还想获得一个小岛放置货物。让英国特使马格尔尼完全想不到的是，哪怕他对那位大清的皇帝下了跪，他们的所有要求一字不落，全部被乾隆皇帝否定拒绝了啊！也许乾隆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大的错误，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对乾隆皇帝的做法，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他坚决拒绝英国人要求划给他们一个小岛的请求，维护了大清的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维护了国家权益。但是另一方面，乾隆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大势，缺乏与时俱进的应变能力，他完全不了解当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开始全方位超越中国，不久即将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长期以来的顺境辉煌的统治成就，让乾隆皇帝过于傲慢自大，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敏感。本来他几十年努力就是为了让大清江山有故，杜绝对大清的一切威胁，可惜到了晚年，最大的危险来临，他却没能发现。虽然英国人拒绝下跪，惹得乾隆是生了一肚子气，但精明过人老皇帝仍然不肯放过这次利用英国使团来访标榜自己的统治。他把英国人所送的礼物在宫门进行展览，组织大臣分批参观，以彰显自己外交政策的成功啊。表面上看，英国人出使中国的目的全部落空了，不过他们此行也有收获，那就是借这次出使的机会，对大清王朝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为以后侵略中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英国人这次造访大清王朝，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立起来的中国处处领先的神话。可以说，欧洲人第一次直观了解了大清王朝，他们对中国的敬畏之心是彻底祛魅了。所以马格尔尼通过这次访问，为后来的侵华战争做的第一个准备，就是对大清社会和大清国力的全面考察，毫不留情地揭开了清朝盛世的遮羞布。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是清朝的斩杀线。从今年年初开始，一个叫斩杀线的词汇流传于中文互联网，形容美国社会的贫富不均。其实斩杀线哪个国家都有，哪个朝代都有。之前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穿，绫罗绸缎。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一书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3年时间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在登陆中国后，让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这个外表繁荣富庶、处于盛世中的大国难以想象的贫穷。他们发现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状态，乐意与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的食物也不放过。更令他们惊讶的是，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基督教国家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巴罗在书中写道，极端的贫穷、无助的困苦、连年不断的饥馑，由此引发的悲惨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响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并导致这一为习俗所鼓励又不为法律所禁止的惨无人道的罪行。按理说，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乾隆时期的 GDP 是世界第一，何以我们5000年文化得出的这个集大成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却是如此的暗淡呢？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乾隆时代的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姆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3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赏料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还可以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水平那更是蒸蒸日上。而同一时间，乾隆统治下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
在春荒之际还要采摘野菜才能够度日啊。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那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啊。据18世纪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磅，约合33到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的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且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的情况是十分普遍啊。这大概就是乾隆年间随处可见的斩杀线，而发现这个斩杀线正是来自英国的劳 A 马格尔尼使团。可见在英国人眼中，大清帝国自我标榜的康乾盛世不过是个饥饿的盛世。历史学家张宏杰认为，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然而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只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力被剥夺的最干净，意志被压制的最糜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除了饥饿和贫困，英国使团还对大清当时的军事实力进行了一番刻意的考察。他们发现大清军队仍然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他们战争战法和精神面貌则停留于中世纪。巴罗这样描绘他见到的大清军队，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队出来迎接英国特使，如果我们的到访是出其不意的，他们总是一片混乱，匆忙从营房中拿出节日礼物。他们穿上这些服装后，与其说像战场的武士，不如像跑龙套的演员。他们的绣花背心、缎面靴子和蒲扇看起来笨拙不堪，又女气十足，与军人气质是格格不入啊。对于大清的武备，英国人更是极为的轻蔑，他们的大炮为数很少，仅有的几门炮都破旧不堪。那么当时欧洲的装备怎么样呢？应该说确实比大清帝国先进许多。清军当时主要的装备是弓箭、大刀、长矛，火器主要是火绳枪，而当时欧洲军队主要使用的是燧发枪，有些军队已经使用上了滑膛枪。乾隆朝军队的装备和明朝末年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和英国相比落后了差不多100年。回到英国后，马格尔尼的一句话迅速传遍了世界。他说，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而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的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他没有沉没。他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一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由此，马格尔尼代表的英国使团认为，中国人还没有开化，属于半野蛮人，征服中国这片土地唯有依靠武力因为礼貌和沟通对中国人来说不起任何作用。既然把中国人定义为半野蛮人，那就意味着中国需要用西方的炮光之火加以照亮，这也是乾隆去世没多久，鸦片战争就爆发的原因。有意思的是，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一条不少的全得到了。后来与清政府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的5条核心内容，与马格尔尼跪求乾隆皇帝内容几乎完全一样。争议人物重新解读，不吹不黑，只讲人性。欢迎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不错过每一个精彩的历史人物的重新解读和解密真相。